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Nancy。总有朋友啊，问我能不能综合的介绍一下达拉斯地区，因为他们从外地来，或者甚至是从其他国家过来，就是希望有一个综合概念。那我今天呢，就从3个方面来介绍一下达拉斯地区，一个是工作机会，一个是学区，还有一个是华人超市和餐馆。那咱们先来说一下工作机会。那我跟大伙儿分享一下我们这边的地图啊。你看，首先啊，我们这个地区呢，大伙儿都知道叫 DFW，D 就是 Dallas，F 就是 Fort Worth。那现在呢，有更多的人倾向于我们将来要叫 D，另外一个 F 在这儿呢，Frisco，Fort Worth，DFFW。那我们这儿的机场呢在中间，这有一个就是 DFW 大机场，这也是American Airlines 总部所在地。然后还有这边还有一个达拉斯，这儿还有一个小机场，这是 Love Field，就是咱们 Southwest 它的总部所在地，就是2个航空公司的总部所在地都在达拉斯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飞往全国各地非常方便。那我再来分享一个，这个就是人口啊，咱们主要看2023年，达拉斯、Frisco、Plano、McKinney、Irving、Fort Worth。你看啊，我们这边的特点呢是达拉斯呢其实算是个小城市，大郊区。你看达拉斯是132万人口，那郊区呢 Frisco 有23万，Plano 是29.5万，McKinney 23万，我还 Irving 是24.6万，这加在一起，也都将近100万了。然后 Fort Worth 是95.7万啊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地区很多人过来的时候问我住哪儿，结果他们住在 Downtown Dallas 了。实际上我们这边不需要到 Downtown Dallas 郊区有太多的工作机会。那我给你们看一下咱们这边我平常总说的工作机会在哪儿。其实你们要是看我视频比较多，我可能总是在那儿说什么总部基地、总部基地的。我指的就是这个偷位和121，这是我们这儿的一个纵横交错哦。我还是先综合说一下吧，就是我们这儿呢，达拉斯地区有2条，一条是高速是南北的高速是偷位，一条是75，这个75是不付费的，偷位是付费的。那我们这儿的核心地区呢，就是沿着偷位一直延伸上去，现在已经到 Prosper Salina 了。那我再说一下这个工作的地儿，你看就是这个偷位和121交界呢，你们看啊，它这条街名就叫总部基地。最早呢，我们这儿引起了大家注意，是从 Toyota，丰田的北美总部搬到我们这儿，大伙儿都说搬到达拉斯，其实是搬到 Plano 了，这是 Plano。然后呢，大伙儿很熟悉的百事，还有那个薯片就在这儿，这也是 Plano。还有一个就是还要这是爱立信啊，爱立信这个电讯公司，它的北美总部这也是在 Plano。其实呢，咱们以前华为是在这一块儿，我以前上班地儿在这儿，华为在这儿，还去他们那儿混过午饭，但是后来大伙儿都知道的原因关了啊。所以这儿呢，我只是举例了几个公司，就是经常人家说的什么500强啊，搬到达拉斯或者地区总部搬到达拉斯，实际上是搬到我们北边来了，并不是搬到这个地理位置的达拉斯，而是我们大达拉斯地区，然后落脚在北面，北面就是 Plano 还有 Frisco 地区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需要住得很远，我们都住在附近，就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工作机会。像我以前上班，那就开车10几分钟。我最早的时候住在这一片 Plano 这一片，那开车就好近好近。所以我们大部分在郊区工作，就是在这一片工作。另外还有呢，在 Irving 那是另外一片啊，就是总而言之，我们不是一定要在达拉斯工作的。我再补充一下咱们这边的制造业。因为我不是也做商业地产嘛，商业地产我主要是做仓储地产。那
最近呢，咱们中国有2大企业，有2个大光伏企业已经搬过来了。这边是天合，你看它都在南边，然后这个是 Canada Solar。为什么在那边呢？主要还是他们有地，所以可以建很大很大的厂子。就是整个达拉斯在这片，这是老的仓库区啊，所以这块就是相当于，如果你要需要一些人力密集的蓝领工人，往边上一点找，北面呢就是这种人比较难找，然后北面都是相当于高科就是金融啊，然后科技呀、种种在北面。那南边呢就是制造业，东南也罢，西南也罢，制造业都是在这头，所以让大伙有一个综合的概念。好，这是从工作机会啊，就是你不是一定要在达拉斯downtown上班，我们北郊有的是机会。那我再说一下学区，学区呢，其实我以前曾经专门做过一期，现在呢，我再讲一下，咱们稍微快一点啊，就是咱们北达拉斯啊，总的来讲学区都非常好，所以没有什么特殊意义的在哪儿，非得住在哪儿，你家的孩子才能怎么着，因为经常会有朋友问我家孩子要去美国前20的大学，我应该住在哪儿？什么要去前10的大学，或者是前30的大学？实际上，这个真的是因人而异。你孩子的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，但是呢，我就大概给你介绍一下，因为我们家孩子去年上大学，所以我比较了解周围的升学情况。那首先呢，咱们华人听说比较多的就是 Plano 这边，Plano 呢有一所很有名的学校叫 Plano West。我说的现在是说的公立学校，Plano West 呢，它就是属于你能够强卷，就是在学习上能够硬拼。你就想着海淀有多卷，那海淀它只是卷学习，我们这还卷其他。所以如果要是你有跟跟人硬拼的那个想法，可以进Plano West，它确实是高手云集。那 Frisco 呢，它的升学就是因为它学校很多，然后每所学校就高中就500人。所以这个学校呢，你就有很多就在这边，就相当于10几个学校有10几个第1名，10几个前10名，那听起来就比较好听。那这几年呢，Frisco 在升学的录取上，比如说被阿耶普斯麻录取的数目呢，跟 Plano 应该说也是差不太多，他们2个旗鼓相当，而且 Frisco 有上升的趋势。那再说呢，就是其实这边的 Coppell 还有 Flowermont 也都是不错的。那这几个地方呢，都是大伙儿价钱很可以接受的。你看 Frisco 呢，它独栋房屋，我说的都是独栋房屋的中位价呢是69.7万，然后 Plano 呢便宜一些51.6万，那 Flowermont 是64万，然后Coppell 是69.5万，所以这些都是挺典型的中产阶级入住的地方。那再说学校好一点，还有一个是 Prosper，但是 Prosper 呢，它确实是均价比较高。Prosper 它的那个中位价是92.5万，偏高。那还有一个大伙儿很喜欢的 Allen 学校也是不错的，但是呢，就是 Allen 呢，它整个学区，它学区不是很大，但是它只有一所高中，那一所高中呢，一个年级基本上是1800人左右，所以这个是相当可观的。这样的话，在 Allen 要想就是名列前茅，你就要在这个大学校竞争啊，这是 Allen 的特点。但是学校确实是不错。我们 McKinney 呢，我是觉得还不错，但是我就不说了，因为大部分我们这边是挺典型的那种宽松的地方，就是大部分咱们亚洲家长好像不选择 McKinney，那我今天就不说 McKinney。那再说2个地方，就是一个是 Lucas，还有一个是 South Lake。South Lake 呢，在我们这儿公校里呢，那可以说是翘楚。如果你要是没有太多工作的考量，或者说你在Irving 这边上班，你可能可以考虑 South Lake，South Lake，但是就是最新的均价是1.7 million，但是它是会浮动的啊，有的时候赶上一栋很贵的，那你要是赶上那个普通的，说不定有的时候偶尔又降下来，但是100万起是很正常的。那 Lucas 呢？你看现在显示的均价是1.1万，Lucas 这边是 Lovejoy，我是比较喜欢 Lucas，它这边有个湖，蛮漂亮的。那 Lucas，如果要是就是Lucas 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 Lucas 那边都是1 acre 以上的房子，所以喜欢地很大的，然后呢又能负担比较高的房价的，在 Lucas 这边，就是这也是我们这边学区非常好的，就是 Lucas 和 South Lake，South Lake 那比 Lucas 名气又要大一些，所以
这是功效啊。当然还有一个特殊的功效在这儿，大伙儿都知道 Highland Park， 但是 Highland Park 呢不适用于大部分人，因为 Highland Park 这边的均价是几百万，就你要是200万都没有特别多的选择，所以而且呢就是特别特别小的一小片地，那真的是非富即贵的地方。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大部分人，而且呢它那个离downtown比较近啊，就是生活区不是很方便。我们再补充一下私校刚才说的公校。那咱们这边最有名的呢，就3所私校 s u n Mark 这是男校啊，然后 Hockley 是女校，然后 Green Hill 这是男女混校。那他们的位置在哪儿呢？你看啊，他们是比较靠近 Downtown Dallas，所以离我们北边还是稍微有一点远。那住在周围呢，房价确实很高。这是 Preston Hollow，当年小布什总统退休的时候，哎，不是当年了，是现在，现在就住在这儿，所以你就知道那一片的房子有多贵了。也可以考虑住在北面，因为我们这儿的私校呢，这3所私校确实是水平比较高，而且尤其这个 St. Mark Hockley 这进去了，就相当于半只脚踏进前20了。机会比较大，不能保证，我不是升学中介，就是经验之谈。所以如果有机会，可以考虑上，但是呢，就是没有校车，所以这是家长会要付出很多送孩子上这个私校。然后在这一附近呢，就是房价比较高，所以因为它是在偷位附近，所以可以考虑住在偷位这一块的房子，房价还是可以接受的。那开过来早晨也就是20分钟吧，就还可以。再说一下衣食住行，那我来讲一下，99 Ranch 就是99大华。其实呢，咱们很多朋友还是希望就是生活方便一些。那你们看啊，我们这儿呢最早的99大华呢是在这儿，这是老区，这是 Carrollton 那边。那 Carrollton 那边呢，这边还有个韩国城，所以你要是住在这头，你就可以来99大华。这99大华附近呢有很多，包括你剪头发，咱们亚洲人剪头发可能比较适合韩国人来剪，那个他们白人就是理发师，他们剪咱们这种黑头发不是很好剪。然后还有吃喝，大伙儿都知道什么胖妮儿啊，胖妮儿烧烤也在这边，还有那个韩国烤肉啊，就是有很多选择。这是99大华开的第2家在我们地区。那这儿有一大片，这也是有一大片吃的，所以就是75旁边，然后这条街是 Parker， 75和 Parker。其实呢，这儿这个 Legacy 这儿还有一大片，这是我们比较早的2个 grocery， 他们是背靠背，所以这是一大片华人的，很多餐馆也都在这儿。另外呢，其实还有一片华人比较老的，有一个叫 Z Town 的，我看一下 Z Town。哈哈，找到了。Z Town 这儿呢，你看啊，它是在 Coit 和 Parker，那这也是一大片，爱吃的人也喜欢在这个附近，因为什么？现在新的刘一手啊，然后还有好几个一些甜品店啊，很多好吃的都在这儿。哦，另外我再说一下哦，就是咱们这边有一些电影院，华人地区的电影院呢，比如说 Cinemark 在这儿就有一家。哎，现在你看，哎，不是这个，这是 Allen 的。Cinemark 有一个 Legacy 的，就是我们这边华人电影院，不是华人电影院，它其实是 Cinemark 正常的电影院，但是它在华人区经常会有电影。哦，这就是在咱们，你看这有很多咱们餐馆啊，吃吃喝喝的。然后像我经常是看完电影去吃吃喝喝，或者吃吃喝喝完了去看电影。上个礼拜还看了沈腾和马丽的那个片子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这边大致介绍。然后再说一下啊，咱们达拉斯的发展是一路向北的，你们已经看到了。现在就是 PGA 它的地区总部就是全美高尔夫球场放在这儿之后，这个北面就一路发展。那高速呢，很快就要通了，这已经是有计划的。那289呢，是我们这儿另外一条，就是他们2个是相当于双龙脉，就是289是 Preston 已经整个通上来了，这也是为什么现在 Selena 发展那么快。还有像 Costco 呢，它也在 Selena 这边开始就是建一个 Costco 的店，所以大伙儿就知道
就是咱们达拉斯的方向是一路向北。好了，今天就介绍到这儿，谢谢收看。